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真的是很荒谬的司法案件。一个有罪判决听起来好像尘埃落定了，对吧？但你听下去就会发现，真正该被审判的，搞不好是做出这个判决的整个程序本身。你想想看哦，一个有罪判决，我们都觉得应该是基于很确凿的证据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我告诉你，这整个案子里最关键的那个人，从头到尾根本就没踏进过法庭一步，连法官的面都没见过呢？诶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非常离奇的谜团。我们直接从结局开始讲，这样比较刺激。判决下来了，有罪。但这判决为什么会闹得沸沸扬扬？就是因为整个定罪的基础，居然是围绕着一个从来没有被法院传唤，也没人问过话的幽灵证人所建立起来的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一个幽灵。好，我们来看主角。这个案子的被告，我们先叫他武兆。他是一个加密货币交易员。那表面上案情很单纯，就是他在一个诈欺相关的案子里被判有罪。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嘛，对吧？但是事情当然没这么简单。整件事情最关键的地方，其实都在于他和另外一个叫做 Arun 的交易员，他们之间的互动。可以说，没有 Arun 就没有这个案子。最离谱的点就来了，这位 Arun 这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，在整个审判过程里，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，法院根本没有去调查他，没有传唤他，更没有问过他任何一句话，然后就这样草草地对武兆做出判决。我请问一下，这到底是在审什么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好，你可能会想，法院既然跳过了这么重要的证人，那他们到底是凭什么定罪的？来，我们先倒带一下，回到事件的原点，看看这笔交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啦，武兆他就是一个 P2P 交易的中间人，而润跑来跟他说，我这边有客户想买泰达币。OK， 那武兆就帮忙处理，钱也顺利转进指定的账户了。结果呢，这笔钱事后竟然被发现是另一件诈骗案的赃款。你看，一笔本来很单纯的交易，就这样只能走样了。那接下来这部分就更妙了，我们来看看检察官是怎么推理的。他的整个论述重点，其实不是武兆做了什么，而是他心里可能在想什么。你说扯不扯？这根本就是在通灵嘛，不是在办案。好，要理解检方的神逻辑，我们要先搞懂法律上的一个小观念。简单讲，不确定故意就是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出事，但反正出了也不关我的事，随便啦。那有认识过失呢？是我也知道可能会出事，但我相信我的能力，觉得事情不会那么糟。你看，一个是放任，一个是自信，这两个差很多哦。这位王姓检察官，他就抓住武兆的行业经验这点来打。他用那种很有道性的问法，把武兆身为一个专业交易员，对于市场风险本来就该有的警觉心，硬是扭曲成啊哈，你看吧，你早就知道会有问题，所以你就是不确定故意。拜托，知道有风险，这叫做专业好吗？什么时候专业也变成一种犯罪意图了？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还没有。判决书更绝，竟然把武兆以前一些账户被列警示的旧账翻出来讲。但重点是，那些案子早就调查过了，而且是不起诉结案，也就是证明他是清白的。拿已经澄清的事情来暗示他本来就有问题，这不是标准的有罪推定是什么？太夸张了。所以这就带出了整个上诉案最关键的一集，可以说是辩方的王牌。他们直接指控法院说，你公然忽视了自己最根本的调查责任。这不是小失误，这是整个系统失灵了。这个责任有个专有名词，叫做小狱义务。白话一点讲，它就像是司法程序的安全锁。意思是，法官如果发现，这个证据好像很重要，查清楚可能会影响判决哦，那法官就有义务叫检察官去查个水落石出。但在这个案子里，这个安全锁
根本就坏掉了。你知道法官在法庭上说了什么吗？根据记录，他竟然说 Bybit 在台湾没有办事处，怎么查？就这么一句话。辩方认为，就是这一刻，整个司法系统直接宕机。一句轻描淡写的怎么查，就想把找出真相这么重要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辩方就主张你法院明明可以透过国际司法互助这些管道去想办法找 Aaron 结果你连试都没试，直接双手一摊说没办法，这不就是公然违反了你自己的小玉义务吗？如果遇到困难就直接放弃，那人民要法院干嘛？所以你现在懂了吗？重点就在这里。法院不去调查那个幽灵证人，这不是一个什么可以忽略的小问题，这是一个严重的程序瑕疵。上诉方认为这个瑕疵大到足以让整个判决的基础全部崩盘。好了，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看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花时间谈这个案子？因为这不只是武曌一个人的事，这件事所引发的问题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。你看，非常上诉的理由，每一条都打在要害上。第一，法院没去查最重要的证人；第二，被告公平审判的权利被牺牲了；第三，法律的标准被乱用。结论就是，这个有罪判决根本是建立在一个不完整也没人验证过的事实上，整个程序的正义可以说是荡然无存。说到底，这整个案子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：所谓的正义，不是只有最后判决书上写着有罪或无罪这么简单。如果通往这个结果的过程本身就是充满瑕疵、漏洞百出，那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，它都不配被称为正义。最后，这就留下一个问题给我们所有人去思考：如果连法院自己都可以为了省事、为了方便，就随便把那些用来发现真相的程序放在一边，那以后我们拿到手上的任何一份判决书，它的可信度到底还剩下多少？